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0月9日。那本期视频我们想讨论一下 NVDA 英伟达股价的走势。那首先我们先来看英伟达在10月7日出现了下跌，也就是当日是出现一个跳空的低开盘，然后收了一根中长红的 K 线。并且呢，它的收盘价是在1日之内跌破了3条均线值。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会继续下跌，或者继续下行，或者至少会有新低的出现。那么接下来呢，在下行我们会看到前方对近期的一个最低 119.46 呢，将是一个支撑。但是我们会看到这种一个跳空的下跌，然后生成一个中红 K 线，那么它下行的力度是很大的。显然这个 119.46 不构成一个强支撑。对，那接下来我们调出辅助线我们来看看英伟达继续下行的目标。那在图上我们定义了3条趋势线和1条水平线。我们随着解说呢来介绍再来介绍这3条线的来源。对，那首先说英伟达如果在10月10日股价继续下行，它的目标就是要测试这条水平线。这条水平线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由来是在2021年3月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来自于它。那3月8日这个最低我们会看到是英伟达股价在历史最高，也就是这一波涨幅。那在3月8日，它是这一波涨幅的起涨点。所以说这一点呢，在目前的股价下方，我们也认为它将是一个强支撑，比较强的一个支撑。对。那如果这条线经过测试之后被跌破呢，我们会看到还有一条下方有一个5号趋势线。5号趋势线我们定义的是5月12日和7月5日2个底低的下行趋势线。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股价继续下行呢，我们看看它是否会沿着这2日定义的下行趋势线去行走。对，也就是下方这个点位是在对于10月10日来说是109附近。对，上方的第一个目标是在115。所以英伟达股价下行，目前我们看是它要完成这样2个目标。那这2个点呢，都将是它的强支撑。那遇强支撑呢，股价很可能会出现止跌或者是反弹。对，所以如果不再跌破5号趋势线呢，我们如果把图缩小继续沿着这样的一个趋势下跌呢，我们会看到会沿着5号趋势线下跌。那当然我们会看到上方还有一个3号下行的趋势线。在这个地方，如果股价持续下行，那不再出现急跌，那很可能股价会延伸到3号趋势线的右侧。那也就是说，股价呢有可能会出现反弹。那反弹的目标，在今后一段时间，反弹的目标就是要突破上方的这个3号趋势线。3号趋势线我们定义的是在2022年8月16日和8月26日2日 K 线的最高，也就是头低的下行趋势。那我们会看到碰巧在10月6日股价也是触碰到这条趋势线，然后是折返向下的。那在10月6日当日新生成的是长长上影线的这样的一个 K 线，说明这个3号趋势线目前对股价是有很大的压力的。所以股价如果出现止跌反弹，它的目标一定是要
突破这个3号趋势线。那对于10月10日来说，股价如果首先我们现在要等待止跌的信号 K 线，对，那当然呢，我们说如果119这个位置，我们也加一条水平线，119这个位置如果成为了一个支撑，我们也不排除股价在10月10日即出现一个止跌的反弹，也就是它首先沿着119这条线呢进行横盘，对，或者说是出现继续下行，沿着115进行横盘。那如果我们再向下说，就是再出现下跌呢，会沿着5号趋势线去进行下行，对。那么有了这几条线呢，从这个我们叫从图形上的分析呢，我们可以观察就是日后 K 线和就是日后的 K 线和这几条我们定义的水平线和趋势线的交点呢，可以看到这是它下方的支撑。对，好，那么我们再说，如果说英伟达在10月10日或者说是后面的交易日出现反弹，当然我们会看到上方的这几条均线和缺口包括这3号趋势线将是它反弹的目标。那其实我们也会看到，目前英伟达股价如果出现反弹呢，上方是有很宽的压力区间的，并且呢这些压力也是比较聚集的，也就是集中在这么一个很小的区域内，所以英伟达出现反弹呢，上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我们也可以假设推测继续说，还有一个可能，如果出现一个强势的反弹，也就是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交易日，那我们会看到3号趋势线在不断的下降，那在后续股价如果出现止跌横盘，说向上的压力非常大，那不排除会在某一个交易日呢会出现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在开盘即站上这些压力，然后呢去向上测试我们说上方的这个1号趋势线。那1号趋势线我们来看一下，它是在2022年3月29日和2022年8月16日定义的头低的下行趋势。对，那上方如果能够再突破1号趋势线呢，我们想呢，再向上，我们还可以画一条趋势线。对，所以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上方还可以继续突破。所以如果现在从股价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来看呢，后续呢股价有可能我们认为会继续下跌探底，然后呢或者说是在这个地方进行横盘，然后再选择方向。我们看看它是沿着哪条趋势线运行。好，那以上呢是我们通过图形的方法来对英伟达后续股价走势的一个叫做分析。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